道是你。你怎知我来灵凤铺了？东宫使者阿大还会说话，除了你还能有谁？不过我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来了。这里到北府怎么着也得6、7日吧？北府得了怪病，与瓜州有关。我来这里的第1日就碰到了南星，他说你让他来找我。哎，我运气真不错。都被抓到这儿了，你还运气不错呢？你是怎么骗过崔少安的？其实吧，一开始也没骗过去。既然都被你发现了，那我就跟你直说了。你可听说过昔年曹魏设立发丘中郎将，我等皆乃摸金校尉传人。啊？摸金校尉第6代传人，正式在下。啊？你不信啊？你也不想你们崔家的墓地被我们光顾吧？你爷爷的，你爹的，还是你的？我跟你说啊，我们这摸金校尉啊，别的没有，就是有耐心。我以后我等个100、80年的，我跟你说，我把你们家全挖了，全。停，小丫头，你不会当我傻吧？哎，行吧，行吧。我承认，我是看见你们家在开私矿，但这道上的规矩我懂，我这不该说的呢，我一个字儿都不往外说。但你知道咱们倒斗的，见者有份儿吧？是不是？你怎么还不信我呢？你们家矿上最近有没有人突然晕倒、暴躁，或者是癫狂？你是如何知晓的？那我知道的可多，水的问题。你想解决吗？我可以帮你。小妾，又是怎么回事？就是一个由头而已嘛。那我答应帮他制造绿水，这不是正好能拖到你来了吗？是你要南星来找我的？我刚才不是已经说过一遍了？为何呀？这里明明离健康更近一些。那你不是会武功吗？你怎么了，小五一？让过伞。小五一，你别闹了，你能中招，那我怎么一点事儿没有？你又不会武功，当然感觉不到了。果然，你们认识。你不会以为你给我掰扯那些，我真的相信了吧？我就是想看看，你到底要玩些什么花样。但你别说啊，你说的那个什么绿水，哎，我真挺心动的。这个我真没骗你，这个绿水我真的会等一下走。一个一个来，先这位，冒充东宫使者，身份肯定不一般。兄台，怎么称呼啊？小巫医。久仰大名。回来，回来！连北府军都惊动了，那我凌风铺的秘密不就藏不住了吗？那就没办法了，只能杀人灭口。他怎么话这么多呀？所以把他嘴给封上了。他身体也动不了了。这是我跟蕊生阿紫学的，把他的经脉都封锁住。现在他除了眼睛能动，其他地方都动不了。厉害！你跟蕊生学了多久啊？第一次查啊？我就看过那么1次吧。这要是扎歪了呀，可能会瘫的。哎呀，现在怎么办嘛？我撤了啊。等等，你知道凌风铺的矿山在何处吗？后山。
但是不知为何，他们这儿的矿工招的都是女孩。各地统计流民，只算成年男性，女孩很能掩人耳目。是啊，最多也就落一个崔家公子的好色之名。你这针能管多久啊？不知道，但我看水上阿紫扎的时候，那只鸡躺了一整天。那就看他的命了。走。没事吧？到底谁扶谁啊？我的错，我扶你，我扶你。走走走。走。别怕。开矿的确会死人，但是怎么会死这么多人？背负变质了，被矿水浸泡过的稻谷会瞬间发狂，失去理智，像野兽一样想要伤人。矿水的确会让人发狂，失去理智，但是伤人倒是头一次见。这矿并非普通铁矿。先出灵峰铺再说。啊！我扶你，走。将军这是要上哪儿去啊？崔女郎，原来她就是阿茂未来的妻子。飞一下，快！我准备好了。药劲儿没过呢，飞不了啊！啊！二位，跟我回去聊聊。你乖乖的喝下这瓶药，我就放开他。你要干什么？哎，你怎么样？这是最猛的合欢散，我看他生龙活虎、身强力壮的，倒是最适合此物了。你感觉怎么样？说，你究竟是谁？你那两个帮手现在何处？你们来凌风铺到底有何目的？崔大女郎，这场戏你到底还要演多久啊？你若真心想要加害于我们，何不把我们直接交给崔绍恩？这合欢散不过是活血药，加上川穹，虽一时能让人气血上涌，但也有解毒之效。你并不是坏人。萧世子一直不肯以真面目示人，又让令仪如何坦诚呢？你知道我是谁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想让你们毁了崔家。可你马上就要嫁入东宫，想必你们也看到矿洞中那些女孩子了吧？我阿父造下的孽，早晚有一天要大白于天下。到那时，天下第一世家崔氏必会万劫不复。所以我想请二位助我崔氏重回正道。我们凭什么相信你？是我阿母的玉佩。你见过我阿母？她是不是被崔绍安困在此处？是我将郡主藏了起来。我之所以知道你是谢家瑜，是因为我救了郡主。郡主发现矿洞本可逃离，却为救矿洞中的女孩子们身陷险境，被我阿父追杀。郡主让我写信给你，她说只要这封信交到静安王府，世子萧无一就会知道他在矿洞中有危险。只是没想到你也来了，既然来都来了，所以你想在今夜动手？我已放出消息，世子与女郎出逃凌风铺，此时我阿弟真毒已解，他定然会出城抓捕。抓住萧无一、谢家瑜者，赏金100两。届时便是扳倒我阿父的最好时机。
真当我傻呀？我早知阿紫吃里扒外要帮你救出郡主。萧无医呢？在你身后。萧无医，你怎知其中有诈？难道我们也被那个崔大女郎骗了？崔令仪没有骗我们，而是崔令仪也被他们骗了。昨夜崔令仪放出我们逃离凌风铺的假消息，而你三更半夜大张旗鼓追捕我们，不就是故意想要告诉我们你出城了吗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出城不久便偷偷潜伏下来。哼！今日一路前往后山没有任何阻碍，包括方才突然出现的侍女，这一切都不合常理，定是有人故意引我们到这里。你以为这样就可以扳倒为父？你以为这样就可以拯救我崔氏门族？你以为我会喝下毒酒？为父才是这凌风铺的家主，而你不日便要嫁入东宫，成为齐王妃，日后会像文熙皇后那样母仪天下。而我崔氏蛰伏20余载，不就是为了今日可以重振我崔氏门族吗？可是你偏要在此时此刻断送我崔氏门族的荣耀，毁了阿父20年来的心血。想必你的阿紫此刻已经被俘了吧？把郡主交出来，否则我现在就要了你的命！哎，疼！阿母，好算计！萧世子，久仰大名，把剑放下。阿父。阿紫与我婚约不日便完婚，如今萧无意和郡主都在我们手中，并没有什么大碍。还请阿父放过阿紫。阿父，您还要继续利用我，来威胁少安行恶吗？阿紫，还要继续再用少安胁迫我为家族掩盖真相吗？从小到大，您每每挑拨我与少安相争，您夸奖我时，总会将少安训斥得一无是处。少时我不懂，不过是为了讨好您，才会与我的阿弟针锋相对。您要的根本就不是儿女，不过是2个任你摆布的棋子罢了。我宁死也不会再受你摆布了。你以为云昭郡主是什么良善之人？你以为他是为了揭发崔氏而留下来？你以为他引来萧无一是为了帮助你揭开崔家的丑恶？他是为我手中却骨令。我不管他是为了什么，我只要他能毁掉这里的一切就够了。阿紫，你怎么能这么跟父亲说话呢？跪下，跟父亲道歉。少安，咱们家真正疯了的人，是我们的好父亲。阿紫，阿紫，阿紫，阿紫。云昭郡主，你的女儿和救兵都落在我的手中，还不交出却骨令吗？阿母，你怎么样？崔俊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篡改我的信！我是借家书通知萧无一，但我在信上做了手脚，万万到不了佳瑜那里。是你故意设计，引佳瑜来此。是我也要知道郡主图谋却骨令和矿藏是为了谁吧？阿母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郡主果真是位好母亲，这一切都是为了你的女儿改制北伐。其实真正需要矿藏的是萧世子，可是女儿又在人家手中。做母亲的
怎能不低头啊？于是你是为了萧世子来到瓜州，寻找雀骨令。雀骨令果真在你手上，这个矿山就是你根据雀骨令的指引找到的。我的确是破解了，所以就更不可能放你们走。崔俊，就算你们把我们都杀了灭口，崔家和雀骨令的事情也瞒不住。萧世子，你为老夫操心，眼下不如操心操心自己吧。你安插的暗卫已经暴露，没有人会来救你了。郡主，我只给你2日时间，若还不肯交出雀骨令，你的女儿就死定了。老夫用了20余载，才破解了这雀骨令中的奥秘，发现了这座山下的铁矿。只可惜啊，刚挖到一半就出事了。地下水被污染，凡沾染者皆得怪病。昨夜萧无一斩杀了一个染怪病的疯子。若郡主再不肯交出雀骨令，那么下一个染病的就是谢家瑜。若他染病，不知萧世子可愿给他一个痛快？拿着这个发簪，去当年约定的南渡码头。此簪在手，自然会有人联络你。你竟然将雀骨令藏在当年的南渡码头！来人，将山下的矿洞通通填埋，任何人不准离开矿洞1步。怒！将郡主带下去，看押去。崔俊，你言而无信，又不是头一回，你就不怕我告诉你的全是假的？大不了送你和你女儿一起上楼，带下去。别走了，走得我头都晕了。你说青龙偃月会不会被抓住了？你的那些援兵呢？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？放心吧，在我入灵峰铺前，那些援兵就已经在路上了。我并不是被郡主的家书引来此处的。来此之前，北府军中就有人得了和矿洞那些人一样的怪病，他们吃了朝廷下发的被污水浸泡过的军粮，而那些军粮就出自于瓜州。定是有人得知了瓜州的消息，拖北府兵下水，就是想引我来此处，既能打击北府改制，又能置崔家于死地。我想这背后之人是太傅。我阿父。太傅与崔氏恐有灭门之仇。按时间来算，李茂此刻应该已对健康的崔府下手了。他从健康安排过来的人，应该不日就到。你怎么不早说？你们去那儿。怒！你，他们就关在前面的牢房。怒！他来干什么？疯狂，别怕。主君吩咐了，2位是贵客，黄泉路上不好走，若想干脆些，可用紫药。看来这崔俊还真想置我于死地啊！师傅，师傅，啊，你这2人都到哪儿去了？别提了，我说了你都不信。这几天，我1日3餐，吃香的喝辣的，除了那个送饭的哑巴，我一个人都见不到。不是，我们凭什么？你看你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。青龙偃月呢？啊？不是他们引你过来的？不是，是崔少安。
么疼，轻点吧，要不还装。还是有点疼的嘛。以前你总想着游历山川，行走天下，走过了这一遭，以后还想去吗？阿母，遥遥走出健康，才知真正的天下为何物。没有锦衣玉食，也没有华彩千灯。就像今日大堂上那个女孩，她就那么亲眼看着自己的哥哥惨死在自己面前。可能她这辈子再也没有亲人了，而且也没有人再给她煮蜜水喝了。可是有的人心又是那么的坏，就像那个崔俊，他为了却骨令，连自己的亲妹妹都不放过。对，我与文熙皇后情同姐妹，常听她聊起哥哥，说他兄长是个胸怀大义、志向高远之人，为了勘察大业矿藏，几乎走遍了全国。可今日见崔俊所作所为，跟文熙皇后说的完全是两个人。这是我阿母刚熬好的蜜水，也给你带了一碗，快趁热喝了吧。该不会给我下毒了吧？下了，什么曼陀罗啊、乌头啊、千机药，我都说了下毒了，你还喝？想被你毒死呀？甜吗？谢谢你救了那些女孩。杀人灭口的话，这些女孩子怎么办？也谢谢你救了我阿母。你身上的伤还疼吗？行军打仗受点伤很正常，这点伤算不了什么。我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。可是因为崔俊，我阿母她当年在上京听文熙皇后说，她哥哥本是个胸怀大义之人，如今却变得面目全非。你是不是觉得他不会这般轻易束手就擒？设计的还能难住我？少爷，我来了。世子，矿洞发生坍塌，袁小六死了。邹一，袁小六，师傅，袁小六，袁小六，师傅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我阿父要与我们大家同归于尽，被污染的地下水全都被封在这矿山之下。我阿父开启了机关，要让污水淹没整个灵峰铺，我们大家都会死。必须把他带回健康，这样才能把崔氏之罪告知天下，才能真正为那些枉死的人报仇，这才是天理公道。
自无悔就遇得，岁月轮廓已斑驳，半是选择，半蹉跎。爱恨难断，如风沙雨过，乱箭是非终究不可说。此身在世间，莫问因果。你师父舍命救了我们所有人。郡主，实不相瞒，此番我也是受太傅所托。太傅知道郡主可能在凌风铺，便托我给郡主带句话：健康谢世，永远带郡主平安归去。不必，既然和离，再无牵挂。郡主洒脱，乐君佩服。经此一劫，乐君也才知道，原来这世间当真存在却骨令。这几年，坊间一直传闻，却骨出，天下定。不知郡主若几枚令牌就能改天换地，萧世子又何必要改制？这却骨令不过是文熙皇后带给身边人的一些念想。至于那什么文熙太子，更是无稽之谈。那日我在堂上，就是为了逼崔俊自乱阵脚，所以才这么骗他。你也是却骨令的指领人，都肩负着大业难度，辅佐文熙太子。文熙太子早死了，他没有死。我与文熙皇后情同姐妹，若她的孩子真遗存世间，我该有多么疼爱她，又怎么会这么多年对她不闻不问呢？那就好，我方才还在为我哥哥担心，若世间真有文熙太子，那我哥哥到时又该如何自处啊？今日听郡主这番话，我终于安心了。那乐君就先告退了。怎么样，截获了吗？郡主是否提及文熙太子的下落？把齐王府的乳母带回健康。你哥哥根本不是大爷血脉的。云昭早就怀疑齐王的身世，他此番去瓜州，恐怕是要用自己手上的却骨令，去号令其他持令之人，重新扶持立业宗室。不好，他要揭发哥哥身份。